开始行动。志勇，进来。老板，外面怎么了？我们被袭击了，有多少人？不确定，老板。你带点人，快点把班达给杀了。是的，老板。快去！班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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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中国维和部队的，别害怕，我们走。抓住他们！把枪放下。你要再动的话，我就开枪了。老聂，我这边已经控制了巴沙，你那边怎么样？我们已经找到班达了，但敌人太多，需要点时间。好，我知道了，我先把巴沙送出去，一会儿就过来支援你。等着我。收到，收到。走，快！
收到。在车上扣着呢。注意警戒！突围！是。老毕，到。你一会儿把巴沙带走，我和子楠去支援老聂。是。注意安全。是。子楠，去支援老聂。走。
上开始。放心，没问题。他有些昏迷，我得让他清醒清醒。那你悠着点儿，别出事儿。好的。安士顿是谁？安士顿究竟是谁？你们该死的中国人，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说，我把你绑石头上扔进河里，多久才能找到你？嗯？你杀了我吧！老聂，行动成功，我马上带他去跟你会合。收到。走，老宋。老聂，这是谁啊？我已经把照片给牧羊传过去了，他是阿明卫队的队长，叫德鲁。阿明。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稍后的计划是什么？他们的手里有秃鹰的照片，现在他们要去找秃鹰了。我们必须要保证计划延续。好，明白。这条鱼可不小。我已经跟营里汇报过了，营里说赶快把他带回去。欧阳女士也会出面跟鲁尔沟通的。好，上车吧。走，走。哎，报告营长。是。营长，教导员，来了，坐。我先大概说一下基本情况。巴沙已经被移交联赛团警察部了。德鲁的情况，我也向欧阳丹尼做了汇报。就现在来看，这个阿明极有可能和恐怖分子保持着非常重要的联系，或者说，阿明就是巴沙隐瞒的那个上线。德鲁服毒自杀，要是跟阿明对峙的话，他肯定百口莫辩。没有证据，说什么都没有用。鲁尔不会相信的。目前我们只能等联赛团总部对进口药品的调查结果。报告营长，欧阳女士电话。欧阳女士，什么时候的事儿？好，明白。中国维和步兵营一切听从联赛团总部的安排。怎么说，老高？
形势不容乐观啊！政府军决定明天破晓，强攻难民营。什么？小将，到！通知连以上干部，半个小时后到这开会。是。鲁尔要跟联合国撕破脸了。不仅如此啊，特派团司令部决定以中国维和步兵营为总指挥部，所有相关决策人员都将听咱们调遣。报告，这个责任太大了。报告连长，联赛团、军事部门、维和警察部门，还有我国大使馆全部打来电话，想要和您。好，告诉他们10分钟之后回电话。是。现在最直接的问题是保护好难民。昨天下午，鲁尔下达第175号命令，宣布丹城全面戒备，封锁道路，并且有目击者称，他们看到很多坦克出入，并且有大量的政府军进入丹城。而且今天0时，丹城开始实施空中管制，除政府军飞机以外，所有飞机禁止飞行。为了广大民众的安全，请不要肆意外出。下面请看现场传来的报道。同志们，大家都看到了，鲁尔的政府无视与联合国的约定，明天将会强攻我们步兵营所负责守卫的难民营。下面，请营长传达上级给我们的命令。同志们，现在联合国正在通过外交，希望解决此次争端。同时，特派团司令部命令我中国维和步兵营坚守阵地，保护所属难民。全体都有命令！各连长、特战队带领所属人员构筑防御工事，保障人员备齐器材、食材，今晚连夜备战。是。同志们，饭后给家里写封信吧。保证完成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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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究还是来了。班达无辜的被伤害，罗尔因此而准备动手，是不留任何余地的动手。我知道，班达的事让他愤怒，但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嗅觉，他知道这次的事是他血洗难民营、永久性的铲除马努特最好的机会。这里成了孤岛，我们是最后的防线，在我们的身后是将近2万人的2座难民营。这其中可能会有罗尔所谓的叛军势力浑水摸鱼冒出难民，但绝大多数人都要因此而成为陪葬，也包括我们这支唯一守卫力量。连长知道，如果我们坚守到底，面对的很有可能就是政府军的坦克、装甲、上万人的步兵。我相信这次罗尔说到做到，他会跨过我们的身体，直奔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自己的百姓。可是就在刚刚，营长和教导员做了决定，我们寸步不离，寸土不让。可我是真的害怕了。无论我们的意志多么强大，我们的准备多么充分，可这种害怕
是源于我们不能攻击，只能自保。这是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情景。我已经看到了政府军坦克巨大的炮口，黑洞一般，让人胆寒。可我们依然不会动摇。营长的一句话，是所有人准备赴死的决心。他说：“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身后那2万人成为鲁尔的炮灰吗？”不需要回答，也不需要犹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会尽可能地保护所有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人民。唯有如此，我们才配得上叫做和平之时。如果我们的鲜血能让鲁尔停下屠杀的脚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殉道。可是，只有这样，才是迈向和平的道路。真没想到啊，在这种时候还能有时间跟你单独走走路。唉，我是没想到，塞利亚政府真的敢跟联合国动手。放心，丹宁，我虽然没当过兵，更没打过仗，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老郭一直会在你身边陪着。我是身焦灼的土壤，爱慕天日的奔忙，一眼间荒草疯狂生长。这么多年，我到哪儿你都跟到哪儿，你的心意我都懂。谢谢。其实啊，都是我的错。自从离婚那天起，就是我的错。一个男人能让自己的妻子提出来跟他离婚，这就注定是他的错。所以，我要用我的一生去弥补这个错。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吃到你亲手做的饭。能，一定能。无论走到哪儿，就算是在黄泉路上，我也给你做饭吃。高营长。营长同志，我愿受联赛团委派与维和部队协同作战。好的，营长，感谢，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多余的话我不说了，情况都了解，就一句话，有没有信心？有。中国医疗队是中国军人，所以我们必须和你们在同一条战线上战斗。好的，院长。同志们，数个小时之内，我们会有一场硬仗。我们身后的悠悠 house 里，全部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们作为军人，作为中国军人，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在国内，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在塞利亚，我们更是要同进退。我愿医护人员全部听你调遣。好的，院长。岳峰，到。这样，你带队，全权负责保护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是。你们跟我来吧。会开枪吗？还挺厉害。留着防身吧。
教导员，我写完了。哥，我心里有句话，一直都想跟你说。不用说。也不要说。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得说。要不我自己过不去那个坎儿。你个大小伙子，20多岁，什么坎儿不坎儿的？73、84那才叫坎儿呢。我还记得呀，我刚把你从那个废墟里刨出来的时候。也这德行，迷迷糊糊，还让我去救你爸你妈。你是个孝顺孩子。我绝对忘不了。08年，5月14号那天，也就是地震2天以后，是我让你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是你让我成为了一名军人。这辈子我都还不起，怎么还没完没了呢？我和你说，聂风，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救你是我的职责，不管是谁，那个时候我都会去救。聂风，你呀，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内疚。对于我家人的死，谁都无能为力，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有，你这孩子就是轴。聂风，我告诉你，我挺知足的。我至少，我见了我亲人的最后一面，我至少把他们给安葬在我给他们选的墓里。你想想有多少人，几万人，自己亲人都不知道在哪儿。我知足，知足。要照你这么说，我也知足。我也知道我爸妈在哪儿，但是光说知足没用。
是个孤家寡人，我是个孤儿，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哎，我问你，谁是孤家寡人呢？你呀，我是吗？对，我有你呢。谁说你是孤儿啊？你有我呢。我告诉你，聂风，要学会放下。10年了，我看着你慢慢的从一个大男孩，一点一点的，有点老爷们样了，一点一点的，从莽撞少年变成一个稍微有点沉稳的男人了。我很开心，我很知足。你放下挺多的了，但是对我这个对不起这3个字，你怎么就放不下呢？咱俩就是伴儿，你替我家那6口活着呢，我就替你爸你妈活着呢。对，咱俩就是伴儿。这遗书啊，不是给别人写的，咱俩是给对方写的。为什么什么都没写啊？因为都知道对方想写什么。古时候有很多的无字碑，咱俩就给他来一个白纸的遗书。对，但是话说回来啊，哥，你呢，给了我这条命，我来到塞利亚，来到这个地界上，我就是要用你给我的命，保护更多人的命。即使这个情我还不起了，但是我心里舒坦。那么多战士，每天看着你这样，都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也跟谁都没解释过，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不能白下了你给我的这条命。好，那明天咱们就要活一起活，要死啊一起死，要活一起活，要死不能一起死。你可记住了啊！大事上都听你的，小事上你得听我的。咱们明天真要是动起手来，你就得站在我后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听我说，你不要跟我犟。你站在我后边的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我真的要是牺牲了，你得替我活着，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都平安，那就一起醉一场。我答应你，明天我一定冒你后边，行了吗？行，来，咱俩干一个，用花生米，来，干一个，一言为定啊！各单位负责人都到齐了吧？下面我简要说一下现在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有一场硬仗要打。我希望各位和所属人员能够提起100倍的精神来应对。无论政府军什么时候展开强攻，咱们都不能后退半步。要知道，我们现在不光只是中国维和步兵营，而是代表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双重的身份来执行这次任务。好了，多余的话我不说了。接下来，我开始进行战斗部署。1，打开武器库，所有轻重武器分发到单兵手中，子弹1颗不留。2，所有人员按照作战计划
进行详细的部署，东西两面由1连负责，南北两面由2连负责，是否明白？明白。好，第3，营区所属的医院全员上阵，随时准备战地救援。说到这儿，我强调一点，所有战斗分队的人要务必保护好医护人员，是否明白？明白。第4，后勤保障分队炊事班要切实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明白你们所担负任务的重要性。作战计划部署完毕，最后我再强调一点，各单位负责人，我希望这场战斗过后，咱们全营几百号的兄弟要一个不落的全部安全带回家。完毕。保证完成任务。来，你们几个把这汤分了，一定要保证每个人喝上它一碗，注意安全，别弄洒了。是。去吧。快！啊，给我口水喝！这设防设了，吃了我一肚子沙。快！想了蛋啊！外面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功夫跟我扯闲淡？太年轻，不要着急上火。越到这个时候，大家越容易着急上火。你说这个时候我再给大家弄一锅咸汤，谁喝呀？你喝呀？不咸，刚刚好。哎，要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能做这么好，开玩笑呢。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就用这锅汤？啊，嫂子，过来。别提了，闹掰了。可能以后见面呢，我都得叫声嫂子。哎，没事，关键啊，曾经拥有。指导员，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一切正常。哎，有件事我一直忘了问你，你手上的冻疮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我之前在大兴安岭站岗的时候冻的。我前2天还和聂队长说来着。我说在东北的时候觉得已经挺难熬了，没想到来了塞利亚以后才发现东北不算什么。
要多注意啊。是。景阳，你怎么了？感觉今天状态不是很好，没休息好。这样，牧羊，你先回去休息，这班岗我替你占。不用了，指导员。现在营里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我不能离岗休息。你放心吧，现在是我轮班调整时间，没事的，我帮你站。指导员，别说了，听我的，这是命令，去吧。是，谢谢指导员。去吧。小兵，警戒！我去救火，你小心！全体都有！政府军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外围防线了，榴弹也已经落入我们的营地。步兵营所有战士迅速各就各位，加强警戒，死守营地，绝不能让政府军踏进我步兵营半步。就在刚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联合国之家不远处外激烈战斗，炮弹在营地周围炸开，有些炮弹误入了中国维和步兵营营区内，目前还未得知是否有人员伤亡。欧阳小姐，我方人员进一步调查了安士顿名下的瑞士银行账户，发现了多笔转入丹城本地银行的转账，其中几笔数额较大。经过调取此前的监控录像，我们发现取款人正是塞利亚恐怖分子巴沙。也就是说，安士顿的确是巴沙的上线。现在就将所有的证据传给鲁尔总统，并请对方在收到证据以后立刻回电给我。明白了。哦，还有，等一下，请继续调查，直到明确安士顿的真实身份。好的。目前为止，战斗还在激烈的进行中，已经有大量的无辜平民伤亡。我方在丹城各战区已经取得优势，除了少数叛军还在负隅顽抗之外，其主力已经开始全面溃败。这群叛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不能对我们形成威胁。不足为惧。好的，明白，你们去吧。好的。总统先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说政府军今天要强攻难民营吗？总统先生，我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但我们的确发现了在难民营里的反政府军叛徒。难民营已经成为了藏匿罪犯的老巢，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果我们再不围剿的话，你说的没错，难民营的隐患一定要消除。但是我们要注意处理的方法，毕竟那里是联赛团的驻地。总统先生，如果那里真的是联赛团的驻地的话，班达小姐根本不会被恐怖分子所绑架。正因为她被恐怖分子绑架了，所以那里根本就是无法之地。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要先和中国的维和部队正式的谈谈，让他们放弃驻守难民营。记住，绝不能擅自动用武力。好的，总统先生。你看这个5号地狱和这个。鲍营长，
总统府打来电话，约你半个小时之后和总统鲁尔进行电话会议。好，我准时参加。是。喂，高营长。哦，欧阳女士。那个名为安士顿的人的确是巴沙的上线。1个小时前，我已经派人把证据传给了总统府了。太好了，刚才总统府已经打来电话，鲁尔总统约我一会儿进行电话会谈。我估计他是不是要说这个证据的事儿？但是，我有一个不太乐观的预感，因为直到现在，总统府那边还是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应，所以很有可能，总统那边没有收到任何的证据。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巴沙交代的那个上线，也就是安插在总统府内的间谍，很有可能提前获得或者是销毁这个证据。对，所以你和鲁尔的会谈未必会顺利。我目前的想法是把证据传给你们步兵营，然后由你在会谈中试图去说服总统暂时停止战斗，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证据调查安士顿的身份，查出班达事件真正的凶手。好，我明白了，我试试吧，尽量说服鲁尔总统。老宋，政府军的所有火力全都指向营内，步步逼近。我觉得他在试探我们的底线。老聂，以政府军的火力，想要攻破我们的防守，简直易如反掌。他们根本不需要试探。他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向我们开火，他们顾忌的只是联合国和中国军队的威望，连任何警示射击都没有。他们会觉得我们示弱。我现在就联系营部。老聂，听我的，你稍安勿躁，等营长和鲁尔谈完话之后，会给我们下明确的命令的。总统先生，您快看，现在中国维和步兵营的营地里面，全部都插上了中国国旗。这也就是说，中国维和部队这支军队现在
不再代表联赛团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进攻他们了。你觉得这是好消息吗？营地的周围全都是国旗，如果现在我们进攻，就是跟中国政府对着干了。不行。别动！别动！别动！老边，什么位置？听声音，应该是地区方向。地区，你那边什么情况？报告，地区巡视正常，安全。收到，保持警戒。你好，高营长。总统先生，我打给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明确告诉你们，你们不要挡在政府和国家叛徒之间，这样做毫无意义。所以，我郑重地奉劝你们，不要成为无谓的牺牲品。总统先生，恕我直言，您所说的那些国家叛徒，都是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况且，我们守卫难民营是中国维和步兵营驻守塞利亚的职责，更是对联合国的承诺。我们不能因为您的一句话就放弃。班达走进难民营时，他不也是踏上了你们中国维和部队的领地吗？你们保护好他了吗？你还好意思跟我谈承诺？总统先生，我正要向您说班达绑架的事情。联赛团刚刚发来消息，已经查到了巴沙上线的一些线索，而且这些线索已经以文件的形式发到您的总统府，不知道您是否收到？巴沙的上线是谁？总统先生，水落石出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军队和联合国的态度是，希望您在查到罪魁祸首之前先行撤军。哼，你是想搪塞我，让我放过伤害班达的那些人吗？总统先生，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马努特他仍旧是无辜的。恕我直言，如果您一定要强攻难民营，那么中国军队将和难民营共存亡。高营长为什么要帮助马努特那个混蛋呢？总统先生，中国维和部队当然是要帮助反政府军的，要不然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根本就立不住脚。总统先生，高营长说的证据，如果那个证据确实存在的话，我们需要彻底的调查。他们的话你也信？这只是他们为了拖延时间的权宜之计。阿明将军，你立刻返回难民营，特别是难民营相近的哨口，绝对不能允许任何人进出，切记不能和中国的维和部队发生冲突。好的，总统先生。好的。你有没有收到来自联赛团的文件？还没收到联赛团的文件。那你再看一下有没有收到班达那件事情的文件？你有收到吗？没收到，总统先生。好吧。安士顿账单已销毁。
看来营长和总统的谈判不太顺利。是啊，也不知道他们谈完了没有。别动！把枪放下！我让你把枪放下！别跟他们废话，他们手里面有枪，不行的话我们就开枪吧。不，投鼠了抓活的。把枪放下，投降！你们只要投降，你们依然还有机会成为难民营的一份子。不要负隅顽抗，你们没有任何机会。投降才是你们的唯一选择。好，好的，好。他们想逃出难民营，但是在半路上被我们拦了回来。我跟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选择投降，他们就依然还是难民营的一份子。所以，他们就放下了武器，并且跟我回来了。你现在好好的看管难民营，如果他们之中再有从里面跑出来的，你就去给他们一个教训。是的，长官。你去最高指挥官那里说，难民营里的人刚才向我们开火了。如果还有从难民营里逃出来的人，就立刻射杀掉，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就说是我的命令。但是将军，总统先生会不会同意这么做呢？你就这样跟总统说，是那些难民们先拿枪射杀我们的。他当然不希望他的兵被持有枪的难民们杀掉了。好的，长官。你们是什么人？大家不要乱！政府军现在守在外面，出去的话，大家会很危险的。大家冷静一下，只要你们留在这里，我们维和部队一定会保护大家的安全。对。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不能！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住手！相信你们！不能出去！营长，有大批难民在营区北侧集结，难民开始翻墙，外面有枪声，政府军已经动手杀难民了。宋建臣，你给我听好了，必须控制住局面，不允许再有人翻墙出去，一个难民都不给我放出去。是。总统先生，UN 难民营北区附近发现有难民翻越围墙的举动，并且与我军发生冲突，之后与我军交火，我方有人员受伤。好，既然他们先开枪了，就让阿明去处理这件事，但是不能和中国维和部队发生冲突。是，先生。总统先生，这可是展现我们自己实力的好时机啊！展示实力，这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们要借这次机会展现清剿叛军的实力和决心，再借这次机会震慑维和部队。我们不会和他们真正动手的。他们出去！
大家听我说，外面的政府军已经开始向爬出去难民射击了，所以你们现在不能再往外爬了，一定要留在这儿。我们综合维护部队会誓死保卫你们的安全的。你们拿什么来保证我们的安全？中国维和部队根本无法阻挡政府军的进攻。如果这样坐以待毙，还不如冲出去有一线生机。你们都听着，都别再说话了！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相信我们。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我们中国维和部队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维护塞利亚的和平与稳定的。一会儿，就算是政府军冲了进来，就算是死，我们中国维和部队也会死在你们的前面。但是，如果你们再一意孤行的话，你们就会必死无疑。所以，你们现在都要留在这儿，统统退回去，相信我。好，那我们再相信他们一次。我们走，走吧。一次，走，相信我们。高营长，这是刚刚从瑞士银行发过来的传真件。我是高波。高营长你好，我是欧阳丹妮。安士顿的真实身份已经查清楚了，他是政府军的总司令官阿明。相关资料我已经让瑞士方面传真给你了。太好了，欧阳女士，我已经刚刚收到了瑞士银行发过来的传真。也就是说，根据这份传真就可以直接证明阿明就是巴沙隐藏的上线，是吗？不错。欧阳女士，那这份传真有没有给卢尔总统府发过去一份啊？我今天早上已经第一时间传给卢尔办公室，但是结果和今天的凌晨一样，卢尔方面还是没有任何的表态。坏了，欧阳女士，如果说阿明真的是和恐怖分子是一伙的话，那么在卢尔身边肯定还有他们安插的内线。也就是说，现在这份文件很有可能已经被他们截获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的调查不全都白费了？我们得想办法能让卢尔了解真相。欧阳女士，没关系，现在不是丧气的时候，现在最关键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份文件直接呈现给卢尔本人的面前。这太危险！如果文件被截获，阿明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你们不要贸然行动，他会找所有的借口发动进攻。你们现在就是一座孤岛，被包围的孤岛。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正在想办法面见卢尔。欧阳女士，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有放手一搏了。走，老婆。营长，教导员，什么事儿？聂风，安士顿的真实身份已经查清楚了，这上面的材料能够说明一切。是。看来，他们终于要扛不住了。我还以为他们真的不怕死呢。你们准备放弃抵抗了吗？卢尔总统，我这次来不是为了投降的，
我手里有一份来自联赛团的文件，想交给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份资料跟你女儿遇害有直接的关系。总统先生，他们要么就是在拖延时间，要么就是另有打算。但是我想听听他怎么说。总统先生，您先等一下，我觉得阿明将军说的有道理。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手里资料的真假，他们可能会耍手段来骗你。我要把你们中国维和士兵逮捕，我们是不会上你们的当的。等等，我要私下跟这个中国人谈谈。但是总统先生，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中国人的阴谋。让我亲自去帮您调查清楚。我说了，我要私下跟这个中国人谈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不敢乱来。但是总统先生，你真的想跟中国政府对着干吗？传达我的命令，把这个中国人带过来。难道就让队长自己一个人去啊？要我说的话，实在不行，我们就把队长拉回来。大家不要轻举妄动，队长现在代表的不只是维和部队，他们政府军应该不敢轻易跟我们撕破脸。聂风一定会平安回来，而且你们记住，咱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后盾，不能让队长白白送死啊！胡闹！聂风现在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他现在可以说深系着塞利亚的安危，还有咱们全营兄弟的命。任何一个小的闪失，都会让他送命，让计划失败。听我的，在这期间，谁都不许给我轻举妄动，好好在这给我等着消息，这是命令。兄弟们，我们一定要相信营长的判断。更要相信聂风的能力，没有把握，聂风这家伙是不会去的。营长更不会下命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相信他，等待他。好了，你想告诉我什么？听着，如果你敢胡说八道欺骗总统，我就让你好看。总统先生，绑架你女儿班达的幕后主使是你的人。谁？联赛团已经查明信息，这个人是阿明将军，他雇佣的巴莎。哼，总统先生，他一定是在开玩笑。你知道阿明将军一直尽职尽责的在总统的身边，你这样说是在侮辱总统的智商吗？无凭无据，我怎么相信你？没有证据，我就不会来了。这是瑞士银行的转账流水，上面有阿明用假名字转账给巴莎的所有记录，还有客户信息验证。总统先生，别信他，这种东西很容易造假。你闭嘴！立刻把阿明给我叫过来。是，先生。总统先生，阿明不见了。他不见了？是的。去把他找出来。是。总统先生，在塞利亚的政府军和反政府军里，都安插了他的很多内奸，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混乱和争端。
您和马努特的很多矛盾都是人为的。撤离！他们撤了。刘天杰，到！通知国内，危机解除。是。一切都过去了，鲁尔撤军了，天地归于平静。晨曦中，我看到那个男人跳下吉普车，一步步向我们走来，由远及近。金黄色的晨光洒在他身后，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知道，他拯救了我们所有的人。我们700名战友，我们身后上万的难民。每一个都因为他而有了重新拥抱明天的可能。他满足了我从小到大对于一个男人、一个军人、一个英雄所有的想象。怎么样了，医生？班达小姐现在的情况很不稳定，最好尽快送到丹城医院。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她现在的身体情况真的非常糟糕，如果再继续拖下去的话，她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好的，
谢谢你了，医生，真的是辛苦你了，非常感谢。应该的。班达，爸爸一定会治好你的，你相信我。准备血浆包，还有手术器械。是。总统先生，我女儿怎么样了？幸亏抢救及时，现在情况算是稳定下来了。但如果再有一次，班达就很危险了。我知道，造成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没能把班达及时的送过来。感谢你救了我的女儿，今晚班达就在这里，由你们来看护。我能不能让我自己的部队来看守班达？你能尽快的帮我去问问吗？这个请求我恐怕做不了主。我们医院的警戒都是靠中国维和步兵营，这件事情您可能得跟我们高营长商量一下。那就带我去找高营长。不必了，高营长已经来了。总统先生，您好。你好。您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也都知道您是被阿明所蒙蔽的。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一笑泯恩仇”。刚才您和童医生的谈话，我们也理解。请您放心，班达的安全问题，我们中国维和步兵营一定会负责到底。没错，总统先生，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协调安排班达的安保工作。很感谢你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表达我的谢意了。谢谢你们，谢谢。总统先生，班达是个好姑娘，这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请您千万放心。中国维和步兵营责无旁贷。别忘和童医生交接一下。是。跟我来。谢谢。谢谢。喂，妈。没事儿，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先不说了。家里人吓坏了啊？你家里人也吓坏了吧？说真的，你今天的表现给我们全体步兵营树立了榜样。我告诉你个秘密吧，其实今天我特别害怕，特别是被对方强行搜身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我真不习惯这样的被动，从来就没这么紧张过。这个不像你说出来的话。我也是人呐，我也会紧张啊。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就不怕。可今天因为有全营的战士，因为有你，志勇、主任、高营长、老宋，
牧羊、子南，你们的性命全都在我手里攥着。我要是疏忽了，全去见马克思了，我能不紧张吗？其实我今天也特别紧张。我在给你们那个2连的小战士做手术的时候，我当时手抖得特别严重，我就怕我救不过来他。不过还好。哎，我给你推荐一个办法吧，就是吃糖。人说吃糖容易幸福，而且心情会好。你尝尝。可是我不吃糖。这糖我自己都不舍得吃，特别好吃。咱们小时候都吃这个大虾酥，你尝尝。都拿着，我给你扒一个。你吃，都给你。哎呀，我也真是服了气了。你说这个鲁尔就没有一会儿消停功夫，这刚刚才撤军，现在又要清剿难民营的私人武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难民营里真的有恐怖分子的武器弹药，那其实是一个定时炸弹。如果能尽早排除的话，对大家都是好事。你说的对啊，尤其是一直出现状况的这个难民营的北部区域，你还别说，没准啊，这里边还真藏有反政府军的重要人物。所以啊，我们得尽快排查，刻不容缓。但是有个问题，如果真的查出问题来怎么办？直接拿下？这个麻烦了。按照规定，他们只要脱掉军装进入难民营，我们就得把他当作难民，是吧？不能是囚犯，而且还得去保护他们。说来说去，我们最终还是得请示一下联赛团。哎，老胡啊，你看啊，这次情况比较特殊，你说，咱们为什么不让聂风他们合理利用维和部队交战规则，放权给他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说咱们连围攻难民营的事儿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啊？班达，爸爸一定会替你报仇的，让那些反对我的、背叛塞利亚的、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的。